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麦。大型祭典终于结束了，看他们演唱时，我真的非常感动，就像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不多说，今天我要来介绍祭典中的一些小细节彩蛋，因为数量蛮多的，今天就先分享角色篇的部分，其他的下次再分享。在开始之前，有些画面是利用 bug 进入里场景拍的画面，先跟我学一下这个小技巧。首先到拉面店的摊位，在水母跟招牌之间浅墨左右移动，重点是往左的时候啊，要看到浅墨的章鱼触手游动2下，再按向招牌的方向，就能钻进去招牌。主要是要让章鱼的身体变得直一点，这样比较容易钻进去。当你学会这招之后啊，就来看看有哪些彩蛋吧。角色类：1. 前司令将军和水田的位置，当你完成英雄模式后，就能在这里看到前司令、章鱼将军和水田。如果你还没有打过，那边就是无人商店。2. 章鱼将军的音乐细胞，章鱼将军的手啊会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，没有音乐时就会停下来。3. 水田的位置变化，在黄昏时你会在第一舞台看到水田，而到了夜晚的派对，它会移动到第3舞台的 VIP 区，最后到了凌晨，它又会回到第一舞台。而且注意看它的头后面可有 Mista， 是水田的日文名字。4. 丹尼和吃罐的对话，进大门右转到底，你会看到丹尼和吃罐在那里轮流值守。第一次对话会有特别的内容，丹尼会说：话说回来，大型祭典还真是热闹呢，真的是很壮观耶，没在开玩笑。在我底下工作的小伙子也是兴奋到不行，要我在他逛会场的时候帮忙代班，所以我现在才会在这里。他那强势的态度实在让我很为难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还是很体贴的，偶尔还是要让年轻人出去玩玩才行。而吃官会说：话说回来，大型祭典真是太壮观了。虽然我原本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来，但这种盛大的活动果然还是不容错过啊！嘿嘿嘿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居然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。不过你应该也跟我一样雀跃不已吧？总之，让这场祭典变得更加热闹的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就尽管开口吧。5. 丹尼和吃罐在吃什么？丹尼正在吃着拉面亭的饺子，而吃罐则点了旁边摊贩的水果饮料。6. 阿姆的特殊对话，除了丹尼和吃罐，阿姆也有特殊对话。阿姆会说：欢迎光临，你是来参加大型祭典的吧？你看起来很不错，这个会场相当宽阔，你可得小心不要迷路哦。7. 偶像的代表色，在夜晚的舞台上，喇叭会随着音乐节奏播放，而舞台上的灯光则会亮起偶像们的代表色。当某位偶像开口唱歌时，他们的代表色灯光就会亮起，比如麻辣油物的灯光是黄紫色，婉儿姐妹的灯光是粉绿色，而鱼浆帮的灯光则是黄红蓝。因此，从灯光的变化可以看出，鬼蝠真的有在唱歌。8. 手势和招牌动作，每当一组偶像唱完后，他们会摆出特有的招牌动作，就像广播结束时一样。在跳舞的过程中，他们的手势还会比出各代的数字，例如当婉儿姐妹站在中间时，大家会配合比出2的手势。而鱼浆帮在中间时，则会比出1、2、3。至于麻辣油物站中间时，有时手势会比出1，但这时候其他偶像则是以拍手为主。9. 莎莎的特殊手势，在鱼浆帮招牌动作的时候，莎莎的手势明显和往常不一样，你有发现是反过来的吗？而回到最初英雄模式登场时，他的手势也是反过来的，不过那时用的是左手啊。10. 小宁跳错，除了最后的7人歌曲外，在 High Classica 23 City of Color 这首歌，如果仔细观察，小宁的手势有一瞬间做错了，但他反应超快，马上就改过来了。也许这就是他天真浪漫的个性吧，觉得只要87%正确就 OK， 反正观众可能也看不出来，你自己承认哦，是不是没有发现？11. 小鸡饭田，在舞台上，当大家敬礼致谢时，只有小鸡是往后致谢，而其他人都是往前。而且当轮到小鸡饭田击掌时，如果仔细看，会发现他们2人都眨了左眼。其实在2代广播结尾时，他们也是这样哦。12. 交换位，为了在歌曲的最后达成7人站位，饭田、小鸡、小宁、小莹会利用墨水交换的左右位置，而鱼浆帮则没有进行交换。
13. 观众互动，现场表演跟录制好的就是不一样。偶像们在唱歌时还会跟观众互动，让整个表演更加生动。14. 新动作，在祭典期间，十字剑的新动作会随着节奏进行调整快慢，而且章鱼跟鱿鱼的音效也会有所不同。15. 点播台新歌，点播台新增了偶像7人合唱的 Rainbow Color Intakashion， 这首歌将3组偶像的代表曲混音翻唱成合作版本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小段吧。16. 小鲑鱼的出没位置，小鲑鱼非常调皮，之前在上新市才找了一次，这次在祭典也玩起了躲猫猫。它藏身在10个地点，其中6个地点非常容易发现，分别是祭典 logo 招牌、车站椅子旁、第2舞台前、门口正前方的帐篷、婉儿姐妹的商店，以及鹰架上的摄影机位置。其余4个则有点难度，分别是在纸鹤上面、第2舞台旁的卡车上、火箭的顶端，以及埃菲尔铁塔上。以上就是这次分享的有趣细节，你发现了几个呢？如果有我没提到的细节，欢迎跟大家分享哦。我是义麦，下次见。